是陈纳德将军，现在已经变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了啊。这个照片上面挂的就是陈纳德将军，当时那个驼峰航线就是陈纳德将军他们。但是这个是被一个民间的租下来，夏天做净火锅，冬天做自助羊肉。然后这个位置呢，是我后来发现是陈纳德将军的旧居。我们去看一下，但是现在可能是改成一个餐厅的包间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那种陈纳德之前是吧，在这里指挥坐镇。这里就是陈纳德的旧居，比之前我们去的那个广播电台要相对要舒服一些。但旧居是他自建的房子，就有点类似于那个什么林徽因梁思成的那种宅子，青砖黑瓦。现在已经变成了文物保护单位了，很好。我就喜欢这样，就是到了一定的时期，你要把它保护起来，让后面的人可以看得到。刚才我们路过的是他的小院，进来就是他的房子。这些老照片呢，我的一个很好的老大哥叫高老六，他当年给我普及了很多这样的知识，因为他们从前收藏了很多皮衣，就是有我之前说过的那个洋人美国来华驻战，军民一体，求援那几个字，我是很记得的。然后印有一个青天白日旗。当时他们那些皮衣，我是通过皮衣服才知道了陈纳德。但现在作为了他的起居室是哪一间，我们现在不可考证。但是现在作为了一个餐厅的这个包间使用，但建筑总体风格是不变，没有变过的。这个应该是卧室，那我出不开了，出不去了。它还有个后院，小院，这应该就是它的一个客厅。我猜测吧，因为这个面积相对来说要大一点，然后也通向了后院。这个照片上面挂的就是陈纳德将军。他对当年我们这个昆明这个大后方的支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空中飞虎，非常非常有名。当时那个驼峰航线，就是陈纳德将军他们当时在这个乌家坝建造机场，是吧？我们当地的昆明老百姓跟他一起，用大碾石碾过机场的那个土路。这都不算老照片了，这个可能都是翻印出来的了。这应该才是一间卧室，我估计，到最里间才是一间卧室。但现在都变成了茶室、酒楼、包间儿。房间不大，但是很温馨。从这里可以看看后院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后院。方才那道门没有打开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从这边绕过来去看一下这个小后院，也不大。很精巧，但这都是后期用石棉瓦铺设了。早年间肯定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轻砖黑瓦。老大姐，感谢你开门给我看了一下。吃菌是哪个季节开始啊？6月底还是6月中旬？应该开头差不多了，没得几天。还是做自助那个？也做自助的。好呢，我去年就来这里吃，前年吃的羊肉，冬天来我才知道的嘛。前年冬天我知道有羊肉，然后去年夏天吃了4顿，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了，连吃4天。
知道我都不用排队。那天本来是要排队的，那天我都不用排队，他知道我了。你看陈纳德的小院哦，这个是后期建的还是？啊，最早以前就有了。啊，跟房子一起建的。你看陈纳德，哎，我就在想，当年的不管是作为名人还是老百姓，是吧，都有一番小院。怎么现在我们就2梯18户，这真让我不舒服。好比我当年就是陈纳德将军，在这里坐镇，差不多出去不到500米就是滇缅公路，通往整个东南亚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看完了，结束了。有机会来吃一吃他的菌火锅。啊。